三更半夜女人起床喝水，却突然听到床下传出了咯吱咯吱的异响，俯下身去查看，似乎有什么东西，但是看得不是特别清楚。女人缓缓掏出手机。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最新恐怖电影《夜勤事件》，该片将午夜凶铃和咒怨中的恐怖设定完美融合，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奉劝胆小的朋友们请在家长陪同下观看。话不多说，点个赞，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故事要从一位名叫田鹤的女大学生开始说起。田鹤的家境不是很好，父亲早亡，母亲常年吃药。为了负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开支，他找了一份便利店夜班营业员的工作。这天他像往常一样来到店里，一进门就听到白白的传乔在那里抱怨，最近几天一直联系不上店长，很有可能是嫌弃工资低跑路了。刚来不久的田鹤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转身去了后面的仓库换衣服交接工作。随后传乔就离开了便利店。夜班营业员最痛苦的不是深夜袭来的阵阵困意，而是不知道下一个进门的顾客是人还是鬼。镜头一转，来到了一辆警车里，原都警官和同事正在赶往凶案现场。途中他们聊到了抽烟的问题，最近原都和妻子正在备孕，于是同事劝说他少抽点烟，原都却不以为意。不久之后两人到达目的地，正是女主田鹤上班的这家便利店。凶案现场位于便利店的地下室，死者是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性，名叫鹤川，正是这家便利店的店长。被凶手残忍挖掉了双眼，死者的嘴很严，没能从他这里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现场除了几张烧毁的内存卡，既没有打斗的痕迹，也没有凶手留下的生物信息，给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警方还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传乔，后脑有被钝器击打过的痕迹。而这次的报警人正是我们的女主角田鹤。随后女人被带到了警局例行问话，或许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田鹤表现得非常紧张，还时不时看向墙上的钟表，似乎非常着急的样子。こんなことがあったんだ。本来ならゆっくり休んでもらいたいところなんだけど、店長の鶴川敏郎さんだと確認された。原都警官让他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田鹤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内存卡。4日前にこれが届きました。随后便讲起了4天前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田鹤像往常一样，准备将过期的食物拿出去丢掉。期间他注意到，通往地下室的铁门上又加了一把大锁，前几天好像还没有，但作为新员工的田鹤并没有放在心上。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冒出来一个流浪汉，直愣愣盯着田鹤看的女孩心里发毛。大叔说他知道这里发生过的事情，在梦里受了王母娘娘的嘱托来拯救他们，只要给他吃的就可以免于一死。反正袋子里都是一些过期不能售卖的食物，如果老人不嫌弃的话，可以全部带走。田鹤怎么也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善举救了他一命。女生补货时，便利店大门上的感应器一直在响，门开着却没有看到有顾客进来，随手将其关闭。可刚回去又听到了同样的动静，似乎是有一群看不见的人正在进进出出。田鹤不得已只能关闭了感应器的总开关。田鶴幸乃さんですか。ここに受け取りのサインお願いします。女生最近没有买过什么东西，即便是买也不会填写便利店的地址，快递单上没有任何寄件人的信息。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快递，里面竟然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内存卡。田鹤马上将其插入电脑，里面是一段没有署名的视频，仅有短短的几秒钟。由于视频内容太过诡异，田鹤下意识看了一眼时间，清晰记得当时是凌晨的4点43分。原都警官看完后也是一头雾水。他に何か心当たりは？紧接着田鹤又从口袋里掏出3张内存卡，这是他在接下来的3天时间里陆续收到的。这时女生又抬头看了一眼时间，原都只觉得是女生过于紧张，并没有多想，让她继续讲后面发生的事情。时间来到凶案发生前的第3天晚上，田鹤照常来到便利店打卡上班。传乔告诉他，大门上的传感器已经修好，绝对不会再出现昨晚的情况了。如果田鹤害怕的话，传乔愿意留下来陪着他。男生似乎是对田鹤有点意思，遭到女生的拒绝后，传乔十分不悦地离开了便利店。随后田鹤拿着驱鼠的药剂来到后院，无意中发现旁边有个女人正坐在车里死死地盯着自己。或许是察觉到田鹤发现了他，女人随即驾车离去。但这晚发生的怪事还不止于此。不久后，一位腿脚不方便的老奶奶来到店里，
面对女生的询问一言不发，径直走向了卫生间。田鹤没当回事，继续回去打扫卫生。不料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老人竟然转瞬间消失不见，仿佛根本没有来过一样。厕所里空无一人。就在田鹤认为对方已经离开的时候，老人竟又悄无声息突然出现，吓了女生一跳。おばあちゃんはずっと一人でしたよ。私の娘の家じゃ、娘の家を返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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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说来这里找他的孙子，又说这里是他女儿的家，疯疯癫癫的状态把女生吓得不轻。为了确定他是不是一个人过来的，田鹤来到监控前仔细翻找。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门口。もしかしてこの子がケン君？可等女生急匆匆跑到门口，男孩却早已消失不见。地上还莫名多出来了一个快递，里面是第2张内存卡。视频画面里似乎是一滩血，然后从上方掉下来一根钢钉。袁度看完后也是一脸懵逼，不知道什么意思。眼看时间越来越晚，田鹤迫不及待讲述了事发前第2天晚上的事情。当时他刚刚换好衣服准备接班，船桥突然从旁边的衣柜里钻出来，吓了女生一跳。看着男生一脸猥琐的样子，田鹤不禁怀疑那些诡异的内存卡会不会也是他的杰作。然而船桥对内存卡的事情毫不知情，还以为田鹤碰到了变态跟踪狂，发誓要把对方揪出来教训一顿。这天晚上店里的空调出现了故障，不久后维修师傅一脸不情愿地赶到现场，他判断是空调外机出现了问题。师傅对这里非常熟悉，自顾自跑去了后院维修，让田鹤继续忙他的事情，不用招呼自己。女生来到仓库补货的时候，仓库大门竟然不知被谁从外边给锁上了。恰在此时灯光熄灭，后门出不去，便利店里又空无一人。绝望之际，一个人影突然闪过，可等回过神再看过去时又消失不见。紧接着后门传来了一声男人的惨叫，应该是刚才的那名维修工，不知道遭遇了什么。随后仓库深处传来异响，走过去发现是几罐饮料掉在了地上，还在角落里看到了一个正在哭泣的小男孩。ケン君。瘫倒的瞬间，田鹤摸到了几根钢钉。更加恐怖的是，不远处正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死死盯着自己。女生本能地向外跑去。门口的女人似乎知道点什么，她说仅凭自己的能力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留给田鹤一个护身符用于保命。说完后，女人就呼吸急促，表现得无比痛苦，急忙转身离去。接连发生的怪事让田鹤猝不及防，更是摸不着头脑。还没等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串联起来，柜台上又莫名其妙多出来了一个快递，里面是第3张内存卡。这些事情发生的诡异离奇且又毫无关联，听得袁度警官也是一脸茫然。他甚至开始怀疑眼前这个女生是不是在编故事糊弄自己。这时同事把袁度喊到了外面，表示医院那边的传桥已经苏醒，只是记忆有点混乱，还无法做笔录。现在除了陌生人寄来的那4张内存卡，警方手里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只能回去继续盘问田鹤。此时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4点半，接下来就是凶案发生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当天晚上，田鹤在家休息，没有上班，与母亲打了一通视频电话后，女生早早的就上床睡觉了。时间来到凌晨1点46分，外面突然响起了门铃声，大半夜的会是谁呢？田鹤犹豫了很久，才敢透过猫眼看向门外，外面空无一人。女生趴在门上看了很久，突然透过猫眼上的玻璃反光看到自己的身后正站着一个女人，可转过头去却又瞬间消失，不等有所反应。紧接着桌子上的水杯又无故摔到了地上，收拾杯子的时候，卧室又传来了咯吱咯吱的异响，声音来自他的床下。田鹤俯下身去查看，似乎是有什么东西但看不清楚。女人缓缓掏出手机，再次看向床底时，女鬼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快递，里面是第4张内存卡。视角再次回到警局，时间已经来到了4点35分。田鹤想让袁度先看一下后面的2个视频，但袁度却执意要先听完案发当晚的故事。田鹤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时间退回到几个小时之前，田鹤来到便利店正常上班，却哪里都找不到传桥的身影，以为是对方早走了几分钟，女生也就没太在意。随后他走进办公室考勤打卡，就在这时，店里的所有照明突然熄灭。等女生再次走出办公室，店内随即变成了另外一幅景象，货架上满满当当的商品变成了一排排的显示器，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家电卖场。地面上还铺满了长长的钢钉，
和视频中出现过的一模一样。女生被吓得急忙就要离开，但无论怎么努力都打不开店门。就在这时，所有显示器同时点亮，田鹤害怕地冲向仓库，身后却传来了钢钉掉在地上的脆响。之前出现过的那个女鬼正朝着女生慢慢靠了过来，可仓库门如同害死了一般，怎么都无法将其打开。眨眼间，女鬼来到了跟前，但仅仅是一个转身的功夫，又诡异消失。女鬼猝不及防出现在了身后，田鹤被吓得连滚带爬逃到了角落里。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女鬼又一次消失不见。女生突然感觉到大腿根部一阵温热，掏出来一看，原来是女人送她的那枚护身符发生了自燃，也算是为田鹤挡下了一劫。这时他留意到身旁的显示器里一直在循环播放男孩走进地下室的画面，恰在此时大门也自行打开，田鹤瞬间就明白了对方的意图。地下室的大门敞开着，女生小心翼翼来到下面，先是扫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紧接着就看见了躺倒在地上的尸体，她还特意凑近看了看。地下室房门突然关闭，女生转身想要离开，却被死去的店长紧紧拉住了手腕。田鹤最终被吓晕了过去，醒来后第一时间报了警。所有的故事都已经讲完，女生又一次不安地看了一眼时间。原度好奇她为什么这么在意时间，女生含糊其辞避开了这个问题，而是催促着对方尽快看最后的2个视频。原度以为他是想尽快离开警局，随手把内存卡插入了电脑。第3张卡里的视频像是一个凶案现场，男孩身上插着一把刀，躺在血泊之中，男人手握一根长长的钢钉刺死了一个女人。又是一个没头没尾的视频。第4张卡里的视频更加诡异，是田鹤坐在电脑前的一个画面，应该是他与母亲聊天时的场景。女生看着墙上的钟表松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任务。原度怀疑这是凶手在威胁田鹤，于是安排了警员暗中保护她的安全，但女生似乎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做完笔录后就匆匆离开了警局，母亲早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她是田鹤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也是田鹤最在乎的人。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咱们接着往下看。原度在警局忙了一夜没有回家，贴心的妻子给他送来了早餐，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一直渴望有个孩子，却始终没能如愿，如今成功受孕，怀上了宝宝，2个人都显得异常激动。随后原度来到天台吃饭，刚刚放下碗筷准备放松一下，通往天台的铁门突然咯吱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隙，似乎是有什么人正躲在暗处偷窥着他。男人以为是同事的恶作剧，走了过去，猛地拉开铁门，却没有看到任何人的存在。也就是从此刻起，原度身边也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怪事。镜头一转，来到了便利店附近的快递站，他们找到了那晚给田鹤送包裹的快递大叔，他对那个包裹印象深刻。可奇怪的是，公司里却查不到那个包裹的任何记录，似乎是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车厢里。就在2人坐在车里讨论爱情的时候，那个流浪汉大叔再次出现，依然还是老一套说辞。很可惜，原度2人并没有理会他。眨眼间来到了凶案发生的第2天，之前在便利店出现过的那位老奶奶被请到了警局配合调查。此时原度正在和一个女同事在办公室里分析爱情，突然接到电话说老奶奶在楼下闹事，女同事赶去处理，原度则趁机倒了一杯咖啡。等他再次回到座位上时，桌子下面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孩子，正是之前提到过的小男孩健太。这时那位老奶奶突然闯进办公室，四处寻找自己的孙子，没想到仅是一个抬头的功夫，桌子底下的健太诡异消失。老奶奶随口说了2句话，里面却包含了好几个信息，都怪那个家伙拉着一家人共赴黄泉，早知道就不让他进门当赘婿了。结合前面的剧情，不难看出便利店出现的女鬼和小男孩是一对母子，而且是被孩子的父亲所杀。内存卡里出现的那些画面应该就是惨案发生时的场景。原度也敏锐捕捉到了这2句话的重点，随后他就找到了当年的案件资料。2009年9月14日，因精神疾病被停职的小野正治先用菜刀杀害了儿子健太，又用钢钉刺死了下班归家的妻子，还残忍地剜掉了女人的2颗眼球。凶手将整个过程用摄像机拍下来，保存在了4个内存卡里。而刚才出现在办公室里的小男孩正是健太的鬼魂。
之前他还怀疑田鹤是在编故事糊弄自己，如今发生在自己身上，月度才意识到了整件事的恐怖之处，一股莫名的寒意直冲天灵盖。时间来到凶案发生后的第3天，月度坐在天台上，一遍遍反复观看内存卡中的视频，试图找出他们与这起凶案的关联。就在这时，出现了极其恐怖的一幕。田鹤提供的第4张内存卡里，原本是他与母亲聊天时的场景，但此刻却诡异地变成了天台上的实景画面。好像是有人在偷拍月度，并将画面实时传输到了电脑屏幕上。月度不可置信地走了过去，铁门后面依然空空如也。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独自留在办公室加班的月度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以为还有其他的同事也在加班，不料却看见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正在慢慢探出头来。原来只是男人的一场噩梦而已。时间很快来到凶案发生后的第4天，月度再次来到便利店，查看了店里的监控录像。通过画面不难看出，田鹤当时确实经历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就在这时，货架后面传来一声脆响，一根钢钉凭空出现在了地上。疑惑之际，仓库又传出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仓库里没有看到人，饮料却洒了一地。月度猛地拉开旁边的衣柜，却被躲在里面的小男孩吓了一跳。男人倒地的瞬间摸到了钢钉，田鹤经历过的那些诡异事件正在月度身上一一重演。男人被吓得慌忙跑出了仓库。那个古怪的女人再次出现，递给月度一个护身符，说是能够保命。不料男人却把它当成了招摇撞骗的神棍，赶出了便利店。回去的路上，月度才幡然醒悟，他这几天遇到过的所有人都在田鹤的故事里出现过。男人瞬间就不淡定了，他赶忙让同事去田鹤租住的公寓，却从房东那里得知，女生录完口供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月度预感到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对着失职的同事大发雷霆，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好在医院里的传桥终于恢复了神智，月度冲进病房揪住男生的衣领，让他把知道的所有事情全都说出来。凶案发生的前几天晚上，一直有辆可疑的车子停在附近，传桥靠近之后才认出那是他们的区域经理。虽然女人已经结婚，但据传她跟鹤川店长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经常在地下室约会。可当传桥提到联系不上店长的时候，女人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很显然，店长的死与她脱不了干系。同事认为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但这些并不是月度想要听的。相比于这起凶案，他更想搞清楚女鬼为什么会缠上自己。让传桥接着继续往下讲。传桥喜欢田鹤，所以每次下班都会坐在车里远远地看着对方。他把空调维修工误认成了变态跟踪狂，于是趁着男人正在忙碌的时候从背后偷袭了对方。当时田鹤正被锁在仓库里，听到的那声惨叫就来自这里。案发当晚，传桥看到田鹤晕倒在了地下室门口，紧接着就被流浪汉打晕了过去。同事觉得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线索，没想到却被月度直接无视。在他的逼问下，传桥又爆出了一个秘密，他在更衣室里装了一个隐藏摄像头。月度迅速赶去了便利店，路上他把所有事情捋了一遍，基本还原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店长是因为看了内存卡里的视频，从而被女鬼咒杀。田鹤也看过那些视频，却活了下来。如今自己身边也开始怪事不断，很有可能是田鹤把诅咒转移给了自己。他必须尽快找到破解或者转移诅咒的方法。月度进入便利店的瞬间，大门锁死，不等有所反应，紧接着照明熄灭，店里又变成了家电卖场的模样。男人不管不顾，径直走向仓库，依然是怎么都打不开仓库门。下一秒，女鬼现身，朝着月度慢慢靠了过来。关键时刻，仓库门自行打开，女鬼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她就在衣柜顶上找到了隐藏的摄像头。我们也通过这段视频得知了所有的真相。案发当天晚上，流浪汉把打晕的传桥扔进衣柜后，向田鹤讲起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故事。この土地には子供を奪われた女の呪いがかかっている。近づく者にはその呪いのかかった映像が突然。原来便利店所在的位置正是2009年那起凶案发生的地方。
惨案发生后，他们的房子变成凶宅，荒废了几十年，拆除之后才建起了这家便利店。但由于女人的怨念太过深重，所有靠近这里的人都会收到4张带有诅咒的内存卡，而摆脱诅咒的唯一办法，就是在4天之内把卡里的视频复制给其他人看，诅咒也会随之转移到对方身上。如果4天之内没能转移出去，那么田鹤最亲近的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必定会被女鬼咒杀。女鬼之所以咒杀他的亲人而不是田鹤本人，似乎是为了让他们也体验一下失去心爱之人的那种剜心之痛。流浪汉拿来4张崭新的内存卡，让田鹤把视频复制到里面。他还给女人出了个主意，利用地下室的那具尸体录口供的时候把内存卡拿给警方看，这才有了后面我们看到的故事。田鹤看第1张卡的时间是4点43分，被带到警局录口供的时间是4点06分，所以他才会时不时的抬头看时间，还一直催促着原度看卡里的视频，就是为了在4天之内把诅咒转移出去。原度看完后无比愤怒，因为他已经不记得看第1段视频的时间了。这里我帮他看了一下，男人的4天之期仅剩下了2分钟的时间，别说把诅咒转移出去，复制视频的时间都不够。原度的第一反应就是妻子可能会发生意外，于是火急火燎赶回了家里。万幸的是妻子安然无恙，男人激动地抱紧了对方。听到妻子说出宝宝的那一刻，男人心如刀绞，他瞬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转眼间来到了半年以后，田鹤再次回到这里，但便利店早已被拆除干净，一根钢钉应声掉在了地上。女生捡起的瞬间，脑海中迅速闪过了几个恐怖的画面。店长的死与区域经理脱不了干系，但是事发当晚现场分明还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似乎事情并不像是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以上便是日本最新恐怖电影《夜勤事件》的全部内容。该片的剧情设计并不复杂，很多人看一半就可以猜到后续的走向，但他这种抽丝剥茧的叙事手法极具魅力，能够充分调动大家的好奇心。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我是大嘴，咱们下个电影再见。